在中国生活真的不自由吗？在中国生活真的有那么不自由吗？起码很多老外的印象中，包括说我们那边新闻媒体经常说的，在中国这边的人过得不怎么幸福，不怎么自由，说中国人很多事情没法说，很多事情做不了。但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吗？我是觉得，想要了解这一点的话，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问一下你们中国人，你们觉得在中国这边过得自由吗？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跟我说一下。今天我从一个生活在中国很长时间的一个老外去回答一下，去研究一下这个事儿，然后也来分享一下我自己这几年的一个体验。但是如果你们还没有见到过我的视频，那欢迎来看一下今天这一期视频。我的名字叫马 K， 我就在四川成都。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分析一下，来介绍一下这个事情。中国这边的人过得自由，还是国外会过得比较自由？我觉得很多外国朋友们，也有很多中国朋友们，应该会对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开始。马 K 就不健身了，今天是休息的一天。前几天已经练得很累了，所以说休息也非常重要。马 K 今天上午出来散一会儿步，我准备去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，那就是成都的塔子山公园附近。这边的环境很不错，舒服得很。而且马 K 感觉在成都这边的公园现在越来越多起来了，成都就变成了一个公园城市，真的是踏实得很。成都双桂路。今天咱们成都这边的天气和空气已经好很多了，虽然说外面有点冷，但是这个空气还可以。所以说塔子山附近的朋友们，搞快点出来刷一下。成都塔子山公园来喽！塔子山公园这个地方，马 K 早就来过，第一年的时候已经来过这边看过，然后我觉得一直都很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适合过来散步、玩、休息，还可以做烧烤在里面的一个地方。而且这个公园离马 K 家也不是非常远，离市中心也不是很远，所以我觉得非常方便。昨天晚上马 K 在看我们德国那边的新闻，然后我看到了一句非常对、非常厉害的一句话，都让我惊讶了。有一个比较没有人认识的德国政治家，他说，个人的自由是在别人的自由开始的时候结束，也就是说，你的自由不能影响到、不能伤害到别人。我觉得这一句话很厉害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中国这边一直都有一个这样的原则，但是在我们德国这边，包括说很多其他的西方国家，好像很多人都不太懂这个逻辑。那么说到自由这个话题了，咱们还是再讲一下，这边中国真的是没有自由吗？真的是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才有很多自由吗？那么为什么很多老外会觉得中国这边不自由呢？我觉得首先呢，得说一下我们老外和中国人对自由的意识不太一样。很多老外想要的、追求的就是一个理论上的自由，就是说你理论上可以做很多东西，可以说很多东西，但是你实际上用得到还是用不到是没有那么重要的。但是在中国这边，我觉得很多人更看重是实际上面的自由，就是他真的可以用到的、可以感受到的自由会比较重要一些。
那么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，就是在老外的眼中，自由和安全这两个字是有冲突的。中国的逻辑就是你有安全才能自由，有自由才能安全。但是在国外就不太一样，老外会认为很安全才没有自由，因为你没有自己的决定的一个空间。他会认为安全需要很多规则、很多监管，是吧？这个我们同意吧？但是你有很多规则和监管，你的自由的空间就变少了，就没了。大家能理解这个逻辑吗？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跟我分享一下，你们觉得这个逻辑怎么样啊？中国人对自由的意识确实不一样。那天中午的时候 ，Market 散步的时候，我看到在一个公园里面的一个人在睡觉，我以为是个流浪汉呢，但是结果我过去看了一下，不是，他是一个正常的人。就是一个比较累的人，然后可能中午刚吃完饭，累了去公园里面睡了一会儿。他的自行车没有说，他所有的东西都摆在他旁边，他安安心心的在那儿睡了一个午觉。我在想，哎呀，这个随时随地都可以安心的睡觉，这个不就叫自由吗？哎，不是说很多老外都没有办法蹲吗？其实我觉得这样很舒服的，练完腿了之后还是可以啊。我觉得中国式的自由更多是随时随地都足够安全，条件足够好，可以能够让你所有的想做的事情都可以去做，这个才是一个忠实的自由。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在美国那边，如果说有一天你想喝一瓶啤酒，在外面在公共场所里面喝一个啤酒，这个事情就是不合法的。警察叔叔要来了，要把你抓起来了，要把你带走了，就是因为你在外面在河边很舒服的情况下喝了一瓶啤酒。在中国，你想喝啤酒，去河边坐一会儿，喝个啤酒非常正常。但是在美国不合法的。但是在美国合法的一个事情是，在路上随便带一把枪、2把枪、一个很大的枪，都是可以的，都是合法的，因为你在保护你自己的自由。这个也太奇怪了吧？如果所有的人只能带着枪去保护自己的自由，那这种还能叫自由吗？我觉得还好吧。哇，这里还有果子，这个不能吃，但是还是挺好的。大城市里面的自然像一个森林一样，哎呀，太好了！而且在美国，在很多其他的西方国家，晚上的时候，你想出门买个东西、吃个东西、和朋友聚一聚，是非常困难的。很多人晚上的时候都不敢出门，这个也不是非常自由吧？我想出门，但是我不敢出门，因为太危险了。但是在中国这边，你随时随地晚上的时候2点、3点钟、5点钟，一个人喝醉了都可以，都是非常安全的。很多人说中国这边很多事情不能说、不能做，但是哪里有啊？我在中国快6年的时间了，我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不能做的事情。可能你做会有规则，但是这些规则也只是为了保护你、保护别人。再给你们打个比方，我现在你们就可以看到 Market 做一个很简单、很轻松的东西。这个东西我把它带上了，那现在我感觉跟刚刚一样自由，没有失去任何的自由，但是我保护了我旁边的人。虽然说现在这边也没什么人，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很多美国人、很多欧洲人说他们不想戴这个东西，不想戴口罩，因为这个事情、这个东西会影响到，会让他们放弃掉自己的自由，不想放弃自己的议论自由。所以那些西方国家，美国那边疫情永远结束不了，一直控制不了，这个也不太好吧？这个就是我刚刚开头的时候说的一个道理。你的自由影响到了别人，伤害到了别人，那这个就叫不合理的自由。你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，可以，但是你不要去影响到别人。中国这边就是一个这样的原则，是你的自由是很重要的，但是不是最重要的。
最重要的是大家的自由，大家的安全。没有，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中国特色。这个是给树浇水的一个车，这个也是在中国第一次见到的一个事情，很有意思。哎，已经走到东大路了，嘿嘿，东大路来了。嘿嘿，刚才发水的这个车，它是不是真的给这些树浇水呢？这个是马克自己想出来的一个事情，但是我到现在都还不太清楚这个车是干嘛的。反正它开过去了，发了这个水之后，我发现空气变得非常好，非常舒服。那么我希望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跟马克说一下这个车到底是干嘛的。而且很多西方国家的人有一种习惯，为了表达一下自己的自由，他们在一些政治或者社会或者经济上面的事情不太满意的情况下，他们很喜欢到外面跑，然后去弄坏一些东西，然后表示自己的不满意。他们自己说这样做是他们的自由，是他们的权利，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方法吧，也解决不了什么东西，所以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。反正我是觉得像西方那边这样的自由，我是不太能接受的，不是非常好的。大家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没有什么监管，没有什么规则，也不用怕什么后果。而且中国这边，从我的经验来讲，还是挺自由的。我在这边这么长了，没有感受到过任何一个不自由的情况。反正可以说，西方国家和中国这边对自由的一个理解，对自由的方式和意识都不太一样。但是现在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的看法是什么呢？你们觉得要是在中国这边有一个跟国外一样的自由意识，是个好事吗？大家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比较随意，不怕任何后果，还是说还是中国这边的实际自由要稍微好一些呢？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跟马克说一下。还有就是，你们觉得今天这个视频拍的还可以，这个话题也挺有意思的呢？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跟我说一下。如果你们喜欢今天这个视频，希望你们可以帮我点个赞，关注一下马克。今天的分析就到这儿了，朋友们，我非常希望你们在下一期视频又过来看一下马克去哪里耍。